中美贸易战呢打了4年，到现在好像也看不到一个尽头。想起来是真好笑，当年的全球贸易是由美国形成的，现在呢，美国又是在逆全球化。这个逆全球化肯定是对我们外贸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。那个中美会谈，然后就是中美冷战，最近这些词儿都是热搜词。从去年杨洁篪外交部主任那一句话：“我们中国人把你们想得太好了”，我真是深有感触。作为一个外贸人，我一毕业就开始做外贸了吧，现在有10多年的经验了，从开始到现在。从开始，我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小业务员，真的是客户来了我就好激动的那种，就像学生畏惧老师，就像下属畏惧权威的那种感觉。客户就是上帝。那时候我们的经理老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子。在那时候，我做业务应该是没有那种自信和底气去跟很多大的客户，像沃尔玛呀这样子的一些品牌商去谈判的那种底气的。不仅仅是因为外语能力啊，是专业能力的问题啊，就是没有那种自信吧，就是由内而外的。但是这么多年，真的是这种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像中美关系一样啊。你说，在我毕业的那个时代，那时候多么的向往着美国呀！那在美国，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朦胧的、模糊的美国梦，是深入人心啊，对吧？那时候的哈韩、哈日也很红火呀。对于外来文化，我们都是保持着就是很哈的，真的是很崇拜的一种感觉的。慢慢的，你见得多了，这种观念就发生了一些改变，有种他们也不过如此。然后说，因为这么多年我们见到的，嗯，太多了，当然也出国。先不说其他的吧，这么多年，BBC、CNN 这些西方的媒体在抹黑中国，尤其是我觉得一个业务员，如果说没有上谷歌，不会用谷歌话，那你的认知的话，真的是你对国外的认知，又没有出过国去展会的话，所以说，那你的认知是封闭式的，那你真的还是会把它当上帝，还是会崇拜着西方的那一套。但是如果你不是那样子封闭式的话，你经常出国出差，或者和国外的客户打交道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真的就像你看到的中美会谈一样，他们说的话真的经不起考验的，他们真的大部分都很虚伪的，他民主自由那一套真的很假的，就是假大空。我们的认知，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认知，对世界观、中国历史观，然后就是一个贸易观念、价值观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。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法达到一致的话，就像中美现在怎么去谈判呢？也在前年年底吧，去年年初吧，我也碰到一个客户，他是美国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是以色列的，就跟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谢什么的那个，就是外交部秘书，美国那边的那种犹太人的，他观念是一样的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在他们的理论里就没有 win-win 双赢这个概念，他就是哪怕就是跟你谈判，他都是带着零和博弈的，他没有态度的，他就是
站在他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的，他就是要赚取最大利益，他不会为你着想的。所以说那种什么为客户垫了钱，为客户就是支付了什么，一定要说要让客户记得你的好，我觉得都是鬼扯。包括我们学校里在以前学校里学的一些外贸技能，或者是说刚刚毕业经理教你的一些技能，我觉得真正的你做了一个老外贸，或者是碰到那些大的客户，真的可以说是奸商吧，真的都用不上，真的是一些颠覆三观的，就像现在的中美会谈一样。从我们的观念上来说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有求助于我，因为拜登他那个今年中期选举嘛，对吧？他的那个国内的声望支持率呀30%多，他要从外部去找回这个支持率呀。如果是对中国强硬啊，或者是说通货膨胀这个有缓解呀，通货膨胀缓解最大的，上一次帮他的是谁？是中国呀。但是上一次中国为了达到一个双赢是可以，但是这次不会啊，这次那现在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其实这个是谁的过？就是美国的过错呀，就是他。那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是谁挑起的？美国呀，他想把这锅甩给俄罗斯，然后呢，他想就是中国也加入制裁俄罗斯，然后这下呢，然后让俄罗斯的经济达到一个就是说毁灭性的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它的就是包括一些大宗商品，包括通货膨胀，它的就是说包括它的支持率都会上升了，这样很明显，他是要来求中国的，他要谈判，所以说他先提出的，他急，他至少比中国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一个诚意的，他没有一个态度，没有一个诚意的，他就拿着台湾这张牌。上一次他佩洛西要来台湾喽，意思就是说你答不答应啊？你不答应我就来台湾喽。这一次又是这句话，我想的这个场景就很搞笑。给你发一个动图，就像这个小鸭子小狗逗你一下我又来喽，搞也搞不过。中美那个贸易战打了4年。结果怎么样？数据就摆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能看到的，谁损失最大呀？所以说现在他还是这种态度啊，他没有改的。中国上一次给他很诚意的给他拉清单了，反正对他也没有指望，但是对他也放弃了幻想，但是还是给他列了清单。就是那我们多余的话就少说，那些口嗨的也少说。